大家好，我是芝麻开花。春天马上就要来了，好多朋友都开始摩拳擦掌地准备育苗、种花、种菜，也有好多朋友却是一筹莫展，面对众多种子不知如何下手。传家宝和杂交品种有什么区别？ GMO 是什么意思？种子到底去哪里买？这么多的种子选哪个好？俗话说，种子选得好，丰收就可保。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育苗前这关键第一步，怎样选种子。买种子之前，咱们先来搞清楚种子的分类，确定自己到底需要购买哪些种子。首先，种子可以分为传家宝种子和杂交种子两种。传家宝种子种出来的果实口感好，保留以前的老味道，可以自己留种子，这样就不用每年买种子了。举例来说，如果你比较喜欢小时候吃过的西红柿的味道，尤其是想自己留种子的话，就选用传家宝种子比较合适。那么是不是说杂交的种子就不好？当然不是，杂交种子是将两个强优势母本杂交而成，在生长力、抗病性、抗旱涝、抗倒伏、产量以及品质上都比母本优越。缺点呢，就是如果留种子来年再种，不但优势不保，而且变数太大，所以最好不要试图给杂交的植物留种，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此外，种子还可以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有机的种子是通过有机的种植方法收获的，一般呢都会有专门的种子协会或者组织的检验证明。无机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种子。大家都知道，购买瓜果蔬菜尽量买有机的，因为有机的农作物没有施用化肥和农药等化学产品，吃起来健康放心。但相比之下，有机种子的益处就不那么明显了。个人认为种子有机无机没有多大区别，记着种植的时候保证有机就行了。另外，种子还可以分为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两种。转基因的种子是利用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植物进行基因改造后收获的种子，此类种子不会在市面上销售给家庭种植，大家在超市里、网上能够买得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普通种子，所以你就了解一下 GMO 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大家在超市里看到这个标志，就是非转基因的意思。还有，在你买种子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这样的种子，种子外面包着一层有颜色的外皮，袋子上都标有 So Easy 的字样。这些五颜六色的外皮是全天然的优质粘土、石灰、珍珠岩和 FDA 批准的食用色素混合而成。好处就是细小的种子裹上外衣变大了，加上鲜亮的颜色，提高了可见度，播种的时候就更容易拿捏，能够准确地把种子隔开，不至于都挤兑在一起，而且还可以改善种子的吸水能力，促进发芽，增加氧气的渗透率和利用率。所以不但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而且同样种子的话，选择 So Easy 会更好些。除了以上的介绍，购买种子阅读标签的时候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般种子包装的左下角会有这样的数字显示，标明蔬菜的成长天数。这组数字很重要，参考这个数字，结合当地的气候，就可以来决定你选用什么种子。比如我所在的地区，植物能生长的时间有3个月，所以一些生长周期比较长的蔬菜就种不了，有一些需要提前室内育苗才能保证双等前收获。那么到底哪些植物需要室内育苗？提前多少天育苗？怎么样育苗呢？这些信息都会标在袋子上，背面的说明栏都会有详细的介绍，买种子的时候要仔细阅读。像我的这包上海青，背面就明确的标明，室内育苗要在最后一个霜冻日提前6到8周进行，而这个霜冻日每个地区又有不同。大家可以在网上查询当地的本年度霜冻日，输入网址和城市的名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本城市的霜冻日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卡尔加里最后一个霜冻日是5月29日，秋季的第一个霜冻日是9月6日，生长季一共有99天。
我会把查询的这个网址发到视频的下方，供大家参考。了解了这些，再根据你自己菜园的大小、朝向和自己家喜欢吃什么蔬菜瓜果，你就心里有了数，就可以出发去当地的花圃、超市买种子啦。我居住的城市2月份开始，各大超市和苗圃的种子就陆陆续续上架了，品种非常多，亚洲的蔬菜也有一些，但不全，比如中国韭菜我就没有买到。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现在更愿意网购。下面呢，我就推荐一个购买种子的网站供大家参考。这是一个专门经营东方蔬菜种子的公司，大家可以从这里买到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朋友用了好几年了，把它推荐给我。我今年买了韭菜、黄瓜和中国生菜。种子不贵，但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要付一些运费。好，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希望大家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种子，开心的开始我们新一年的种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